问我有什么综艺能让人觉得笑也是一种痛苦，我转头就掏出了早期几条。你以为看过就能免疫了？实际上，不管重刷多少遍，还是会笑成大粪。红雷哥，你干嘛？你房间有鸡吗？我房间里没鸡。你这孩子怎么了？今天我房间里有鸡。你房间里有鸡？对，上厕所安排的。对啊故意吧？怎么会呢？我不是说我怕尖嘴动物吗？尖嘴。好。著名的孙红雷、黄渤相认。你长得像谁？长得真像黄渤。你这一穿上军大衣，更像黄渤。其实这里还好，至少能绷住，但没想到还有第二关。我眼熟啊！当年小小的老子根本不知道这个狗是什么品种，只知道它叫雷雷。还有猫鼠游戏那一期，孙红雷和小猪淘汰的早，只能得到2张火车票，但小猪是硬物，红雷是10个小时硬座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屁股受委屈，阎王小眼一转就想抢，没想到被小猪看穿了。是抢出来，应该是这样抢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录了好几集了，我都知道你的步数了。我要做10个小时啊！没招了，他只能企图用辈分压着对方。不说还好，一说俩人一对，发现小猪才是前辈。你忍心让你前辈在那坐着，你好意思？你说你出道几年，我出道这么多年，你好意思你的？可是我知道22年。但红雷不认命，又想了个招，非要赌谁先被认出来谁就站着。小猪也是乐意陪他玩，于是2个人就打扮成这样式的去火车站了。我才看着不看了，说人家这也太性感了，这胸也太平了。救命啊！我到底什么时候看到小猪在车上热舞，以及俩人夹着嗓子和路人说话能不笑啊？请问一下，前面那个还有硬座车厢吗？不要看人家。那一年还是老实人的沙溢来了一趟急挑，心疼他的词条在热搜上挂了3天。先是半夜被师徒4人吓醒，去找黄磊告状，顺便想霸占他的床，自以为占到了便宜，没想到老狐狸早就发现床有问题，顺水推舟就让给了他。然后沙溢，这音乐不是他吗？我觉得今天一晚上都是在整我。然而这还只是倒霉的开始，老板让他选10个水果，沙溢就挑大的选，还有个多大的榴莲，到最后才告诉他是要拍水果。部门必学的就是拍水果。咱以前说拍抓嘛，答应师傅的是然后赔，要死了那个师傅，要了老命才得到降龙18掌，结果被红雷一句话就给忽悠走了。这7换我18，我还是亏。给你3本，3、7、21，比18大吧？那行。最搞笑的是，导演组为了防止孙红雷生抢，规定只能传功才能生效，没想到遇到个送货上门的，把我的降龙18掌骗走了，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。后面沙溢学了新功夫回去复仇，但红雷还有专门克他的七伤拳，接连2次挑战失败，只能磕头拜师。辛辛苦苦玩一天，就只剩下一句金钟罩铁布衫儿，红雷专克降龙18掌。能和沙溢比比惨的，也就推了3个公告来录节目，结果反复进笼子的薛之谦吧。我推了3个通告，搞出了2天的时间，昨天晚上连夜赶到了无锡。是吗？因为从来没录过这么红的节目，想好好表现一下，没想到死得这么难看。从一出门到现在就在牢房里没出来过去。而正所谓有嘉宾玩嘉宾，没嘉宾玩自己人，男人帮自己玩起来也是精彩的不行。著名的看回放找卧底，就是说谁家好人录综艺靠调监控找内奸呀？我觉得应该8九不离10，就是他。哎，这个录像里肯定有啊！哎，把它重放，回放一下，回放吧，回放看王旭的人。对。王旭给他。当时小小的老子看完这一段，世界观都崩塌了。不过虽然心眼子这方面王迅玩不过他们，但在运气上是真的绝。石头剪刀布挑鞍马，又称氪金玩家赢不了欧皇。小猪对上王迅，他被虐疯了，而我是真的要笑疯了。剪刀石头布，50，剪刀石头布，我再花50，石头布，再花50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你厉害哎！还有和张艺兴比切糕，规则要求是没有达到规定斤数，差多少或者多多少，切的那个人就要吃多少。咱也不知道王迅的手咋那么准，试过几次就能上手了。反观隔壁张艺兴自信下手，然后拉下2斤的饥荒。哎呦，切刀嘛，再切刀嘛！你不可能让我吃2斤，差多少你都得吃多少。给他吃的都要吐了，感觉最后他精神都不正常了。啊，风景优美，战者荷花。
是雪糕。以前的鸡条是真的又燃又好笑，难怪哪怕过了10几年，再看还是会笑得停不下来。